霍尘安，投行奇才，代号 H， 短短半年时间，靠做高低就狂揽了10亿美金，真是厉害。谢谢阮会长夸赞。就是你在股市和我们作对，害财团输了个大跟头。不过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都可以既往不咎，整个财团都可以奉你为座上宾。俗话说先礼后兵，我连什么礼都没见到，就被你弄到这儿了。阮会长，这不太好吧？是不太好，不过我的风格就是这么霸道。今天你只有3个选择。3个选择？哪3个？第一，和我合作，以我2人的能力联手起来，足以重新制定整个龙国的新规则。多谢阮会长好意，不过霍某人向来独来独往。第2个呢？第2嘛，就是做我阮家赘婿。你这么聪明，精子条件也不会差。我负责生，你呢就负责在家奶孩子。很遗憾，我已经有婚约了。第3呢？第3就是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想好了吗？3、2、1。会长，阮会长想要对我下手，恐怕没有那个本事吧？你身手这么好，你是故意被我绑来的？最近赤霄会在疯狂打听我，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阮会长，辛苦送我一程吧。可以给我支烟吗？给他。我既然敢来，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门口的人不比你少，我想阮会长这么聪明的人，不会做赔本买卖。走了，下次请你喝茶。会长，就这么让他走了？霍尘安，我记住你了。霍总，温老爷子性命垂危，与您温家一见。走，去温家。爷爷，您白手起家，打拼出了温氏集团，我知您不易。您放心，您走后，我一定会守好温家。是啊，老爷子，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守护好温家的。您这最后一口气就咽了吧。我还在等一人。是谁？他来了。都先出去吧，我有话跟他说。陈安，我来了，老爷子。陈安呐，当年我救你父母一命，他们曾给你和我孙女瑞宁定下这门婚约。这婚约是旧债，但我命不久矣。温家年轻一辈里，就我那孙女瑞宁还有些天资，可她年纪尚小，无人帮扶。我希望你留在温家，帮瑞宁2年，直到她能独当一面。既然这婚约是我父母定下的，那陈安自当应允，势必遵守。陈安，若是
是我那孙女儿也不争气，或者她薄待了你，2年之后，你便可自行离开，以此为证。好，叫他们进来。爷爷，瑞宁，小的时候我曾给你定下一门婚约，这就是你的未婚夫。未婚夫？爷爷，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此事？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爸，他怎么能够配得上瑞宁呢？现在我的话都不听了，你们这是要我死不瞑目吗？爷爷，你别激动，我答应就是。有陈安在，我温家不会倒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霍晨安，你是谁不重要，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从这一刻起，你只是温家的赘婿。怎么又是这几样？我都吃腻了。改天学几个新花样做给你吃。你个废，在我温家整日无所事事，怎么让你做个早饭都做不好？我去上班了，中午有别的安排，不用送饭去公司。好。霍总，启盛的金总在等您了。好。爸妈，我去买菜去了。记得回来把碗洗了，把家里收拾了，别一天到晚想着偷懒。啊。霍先生，您用茶。金总，我知道滨海那个项目各大家族都虎视眈眈，但是这个项目我替温家要。那还用说？您都开口了，这项目我哪还给别人做呀？哎，那就多谢金总了。哎，签约仪式就定在2天之后。都听您的，以后还希望您多多提携咱们启盛才好啊。好说。那今天就这样。好，慢走。金总，温氏集团这2年发展的是不错，但是想要这个项目的好公司数不胜数，你干嘛得给温氏啊？这温氏集团要没有霍晨安呢，我都不会多看他一眼。这霍晨安是当年风头无两的商业奇才，哎，随便一个项目在他手上利润翻100倍。温氏要没有他，早完了。哦。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过来吧。挺新鲜，分量也不错。喂。瑞宁在白星会所出事儿了，你快过来。啊，好的。你们先回去，我去趟白星会所。霍总，这么多年来，您为了温家劳心劳力，温瑞宁却把你当成条狗一样呼来喝去。今天这种戏码，不知道已经上演多少次了，估计又是耍您玩。您真的要去吗？当年温老爷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要护温家2年，如今还有最后2天，我不能食言。万一温瑞宁真的出事，可是霍总，你们回去吧。来干杯！来，干！
月宁，我这么说，你家那个赘婿真会过来？当年我爷爷强逼我嫁给霍承安，这么多年，他贪图我们家全财，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愿意做。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献殷勤的机会，他还不赶紧摇着尾巴跑过来。都怪我当年听从家族安排出国，谁知道都过去了。要我说，你家那个赘婿一天天的啥也不是，就会在你家吃干饭，哪里比得上阿彻呀？哼，就是啊！如果当年江彻和你结婚，两家强强联手，说不定温氏啊早就一飞冲天了，是不是啊？对啊，就是啊，对呀。宁宁，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发生什么事了？看看这个样子，我就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还真过来了。所以你这么着急喊我过来，就是为了信我？怎么？不行吗？说是我那孙女也不争气，或者她薄待了你2年之后，你便可自行离开。这2年我为了温家劳心劳力，才稍微将其扶上正轨。可温瑞宁对我处处羞辱，将我的存在视为耻辱。既然如此，2年之约将至，我也是时候应该离开了。没有。既然你来了，我也不让你白来。桌上的酒全喝了吧？什么？怎么，你不愿意啊？这2年我为了温家殚精竭虑，胃早就坏了，他竟然让我喝这么多酒。哎呀，宁宁，你就别为难他了，要不还是我替他喝吧。阿彻，你胃不好，不能再喝了。你这点小事都做不到，趁早滚出温家。好，我喝。能喝多少啊？喝，快点！赶紧的，快点啊！来，喝，快喝！来，都拿过来！不行了，这都你的，快喝呀！熊样。现在这样，你满意了吗？走吧。无趣。阿彻，我们走。拜拜，走了，拜拜。拜拜。这月宁，那我们先走了，咱们下次再玩。好，拜拜。我要先送阿彻回去，他不喜欢酒味儿，你自己走回去吧。好，我自己打车回去。听不懂人话吗？我让你走回去。温家离这15公里，你是让我自己走回去吗？没错，15公里，顺便散散你身上这恶心的味道，别脏了我温家的地盘。哎，宁宁，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阿彻，你就是太心软，今天还帮我挡了不少酒呢。我先送你回去，吃点胃药，别胃疼了。宁宁，你回来了。启盛集团滨海的那个项目风头正盛，你有没有信心拿下？没有，那个项目多少人暗中盯着，温氏并不是其中拔尖的。这个项目必须签下。
只有拿下了启盛，温氏才算是真正的在京市坐稳了位置。哎，不如你去问阿彻，他是江氏集团继承人，江家比咱们温家发展的好，说不定启盛会卖江家一个面子。行，我回头去问问他。都怪老爷子，当年非要你嫁给霍承安那个废物，要不然我们早跟江家强强联合了，还至于去求人家吗？也不知道爷爷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安排。还能为什么？一把年纪老糊涂了呗。怎么就看上霍承安那种软蛋了？就这么上楼了？没看到宁宁刚喝了酒，还不快去煮醒酒汤？妈，我今天不太舒服。我看你平时身体那么好，我今天不过是让你喝了点酒走回家，你就在这里装柔弱？还是说因为我送了阿彻没管你，你心里有情绪了？没有还不赶紧去煮，顺便给阿彻也煮一份送过去。我看他今天状态有点不太好。好。哼，还得是你呀，把他调教的跟狗一样听话。可不就是狗吗？一条打不走骂不走的赖皮狗。2年了，温老爷子，我也不算辜负你的嘱托，恩情已还，2天后我与温家再无瓜葛。阿彻，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好啊，不管你想要我帮什么，我都会答应的。是这样，温家呢一直想拿下启盛这个项目，但是你也知道，滨海这个项目各家争抢，江家势大，你看你能不能在中间帮我说说好话？当然可以啊，我明天就去一趟启盛。那太好了。醒酒汤煮好了，最近天寒，我在里面加了姜丝。你喝完就早点休息吧。对了，这有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字。签好了，明天的午餐做2份，1份给阿彻，早一点送过来。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回书房休息了。等等，你刚刚让我签的是什么？阿彻，怎么了？哦，距2年之约还有1天。这是离婚协议，帮我加急办好离婚证，明日之内我要拿到。好的，霍总。太好了，老大终于想通了，早就应该这样，让这群温家人去自生自灭吧。是。这是明天签约会的邀请函，派人送去温氏集团。是。明天我们启盛就要正式和霍承安达成合作了。有了这个传闻当中的传奇天才 H 的加持，我们启盛一定能够再上一层楼。金总，外面有一个叫江彻的人说要见你。不见不见，这年头什么阿猫阿狗都配来见我了。你放开我！你们竟敢这么对我！你们知不知道，我可是江氏集团的……什么江氏集团？没听说过。金总说不认识你，赶紧滚！这是明天启盛和温氏集团的签约邀请函，你找人送去温氏。啊，是。启盛和温氏签约的邀请函，难不成？宁宁，启盛的项目我帮你拿下了。真的？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呢。哎呀，不用谢，都是举手之劳。我现在在你办公室呢，你快过来吧。好，我现在就过去。虽然不知道启盛为什么把滨海的项目给温氏，不过管他呢，现在这功劳是我的了。
霍尘安？哼，我有时候真挺不理解的，你宁可在温家当一条狗，也不肯离开，也真是贱呐。不过也是，像你这种只会伺候人的废物，离开温家又能干什么呢？哎呀，好烫！霍尘安，你干什么？阿彻，你没事吧？刚才我在办公室等你，霍尘安一进来就对我有意见，还拿这么热的汤往我身上泼。霍尘安，你整日在家无所事事也就算了，我从来都没有多说过你一句。我今天不过是让你帮阿彻多做了一份，你就这么对他？你知不知道阿彻帮了温氏多大的忙？他刚拿下了和启盛的合约。温氏和启盛的合约什么时候是他拿下的？宁宁，你也别怪他了，说不定他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他能往你身上倒这么热的汤？要是你受了伤，明天还怎么参加和启盛的签约仪式？我没有做过。你还在狡辩？霍尘安，你现在就给江彻道歉！你让我给他道歉？我让你道歉！还不给我道歉？对不起。哎，没关系，我疼一疼，应该很快就好。既然你害阿彻受伤，那你也要受同等的伤才算公平。你以后要是再敢故意伤害阿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好，我知道了。对了，桌上的汤记得趁热喝了，不然我也会不舒服。宁宁，我的手好痛哦。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霍总，离婚证办好了。这么快？我们办的时候被吃销的人发现了，阮小姐插手了，说越快越好。阮清烟？她怎么会？啊，我知道了。我刚才淋了雨，有些不舒服，来我房间一趟。阿彻，这谁啊？你怎么来了？我今天和阿彻淋了点雨，所以我留他在我房间洗了个澡。我知道了。霍尘安，你摆个臭脸什么意思？我都跟你解释了，你还要怎样？把药喝了，别感冒了。明天就是和启盛的签约仪式了，你也别太有情绪，毕竟这个项目是阿彻拿下来的，我留他在家过一晚也不过分。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你身子弱，别太勉强了。有什么事让下面的人做就行了。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自己照顾自己？那你呢？我可能……哎，宁宁，他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才故意说这些狠话，想要刺激你啊？要不我还是走吧，毕竟霍尘安才是你的丈夫。你胡说什么呢？他不过是个赘婿，这里是我家，我想让谁来谁就来。再说，在温家还没有人有资格把你赶出去。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心里这么不安呢？温瑞宁，你我缘尽于此。明天启盛的项目能否顺利签约，
全靠你自己了。从今往后，我与温家再无瓜葛。好久不见啊！来来来，我敬你。温总可真是年轻有为啊！才执掌温氏不过3、4年，就已经搭上了启盛这条大船。还是多亏了阿彻，要不是他，我也没办法这么顺利就拿下合约。待与启盛签完30亿合约，温氏必将一飞冲天。到时还请温总多多提点。奇怪，我记得温总的老公不是这个叫江彻的，怎么他们2个人看起来这么亲密啊？豪门的事讲不清。我都给陈安发了好多信息了，他怎么还没过来？今天是温氏和启盛签约的日子，你管个吃干饭的干什么？他不来更好，免得沾上晦气。金总，只是签合同，何须您亲自跑一趟？今天是温氏和启盛正式签约的日子，以后我们启盛有了霍承安这样的合作方，未来的发展一定能够再上一层楼。金总，您终于来了。温总，启盛非常高兴能够和温氏达成合作，相信滨海项目完成以后，我们2家公司能够再上一层楼。金总哪里的话，应该是温氏高攀了启盛才是。陈安呢？这霍承安不是温家的赘婿吗？金总竟然认识他。金总您好，我是江彻，之前跟您谈合约的人是我呀。霍承安他只不过是温家一个整日无所事事的废物赘婿，他来了也没有什么用啊。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过我们启盛几次，但都被您拒之门外了。我选择温氏做这个30亿的项目，就独独看中了霍承安一人。若他不在，我看今天这个合约就不用签了。今天是温氏和启盛的签约仪式，你派人送到仪式现场，就当是我送给温瑞宁的最后一个礼物。是。恭迎霍总回归。金总，您是不是搞错了？这个30亿的项目不一直都是阿彻在跟您接洽吗？这关陈安什么事呢？原来是这个人在从中作梗，看来陈安在温氏受了不少委屈，这个温瑞宁还真是识人不清。总之，陈安今天要是不在，这30个亿的项目绝不可能落在你们温氏头上。还不快把陈安给我找来！您别急，妈现在让人去找。不用找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霍总让我送一份签约礼物过来，但是人您恐怕很难见到。签约礼物？一定是陈安送来的担保书，保证我们今天的签约仪式可以顺利进行的。金总，您等等，一定是这样的。
离婚证？这什么意思？他是被……这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假的！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离婚。等等，你刚刚让我签的是什么？难道他那个时候给我签的是离婚协议？霍晨安他怎么敢？他这么爱我，怎么敢和我离婚？陈安竟然和温瑞宁离婚了？那滨海那个项目……金总，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霍晨安他就是温家的一个赘婿，除了做饭洗衣服什么都不会啊。他跟咱们这个滨海的项目能有什么关系呢？对，金总，我和陈安之间只是夫妻间闹了一点小矛盾，这个跟我们要合作的项目无关吧？您放心，我温瑞宁一定尽心尽力做好这个项目。没有霍晨安，你们温氏集团算个什么东西？金总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个霍晨安不就是温家的赘婿吗？金总怎么这么看重他？这霍晨安到底什么身份？金总，您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呀？这个霍晨啊，说到底就是宁宁身边的一条狗啊！狗？你这种蝼蚁连给陈安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你们温家还真是有眼无珠。金总，就算阿彻刚刚说话难听了点，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羞辱他和我们温家吧？哼，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口中一口一个的废物，其实是……我知道了。总之，霍晨安如果不在温氏，那这个合同就不用签了。金总，金总，宁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了，启盛集团的项目是你拿下来的吗？一定是霍晨安那个废物在金总面前说了什么，想让我们当众难堪。对呀，宁宁，我可真不信那个霍晨安是个什么了不得的大人，不然他会心甘情愿的待在我们温家做整整2年的家庭主妇。为什么以前怎么赶都不走，偏偏这个时候要和我离婚呢？宁宁，我们温氏本来要靠滨海这个项目更上一层楼，可是现在金总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啊？金总那边我会再想办法，你们就别担心了。不过没想到霍晨安这个废物死皮赖脸的在我们温家待了2年，终于肯跟你离婚了。是啊，宁宁，之前霍晨安不就爷爷强塞给你的吗？现在你自由了，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我有些累了，以后再说吧。霍晨安，为什么总是你在坏我的好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宁宁，你说这个霍晨安怎么突然就想通了，跟你离婚？爸妈，我有些累了，先上楼了。哎，怎么感觉宁宁今天有点不太高兴呢？可能是不满一直跟在身边的一条狗突然提出离婚。就算是要离婚，也应该是我们温家提出才对。哦。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霍晨安，你居然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霍总，您接下来有什么安排？2年之约已到，我也是时候该稍微休息一下了。当初我以为你拒绝我是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没想到你去了温家。我倒是很好奇，温瑞宁到底哪点强过我？阮会长说笑了，温家何德何能可以和赤霄财团相提并论？那既然你已经离开温家了，那不如给我个机会合作。赤霄财团即将入驻京市，只要你愿意来，职位随便你挑，年薪20亿，外加30%的公司股份，赤霄的一切人脉资源，我都可以为你所用。怎么？2年前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这次你总不能再拒绝我了吧？阮小姐这么大的手笔，未免太看得起我。因为你值得。既然阮小姐如此有诚意，我要是再推脱的话，倒显得我有些不解风情了。这么说，你答应了？我喜欢跟聪明的人合作。好，过2天，赤霄财团会为你准备一场欢迎仪式，到时候我会亲自向整个京中贵族正式介绍你。好。娘娘，阿彻，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娘娘，我明明答应你，帮你拿下启盛的项目，却没有做到，都是我不好。启盛本来就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不然边海的项目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虎视眈眈。至于金总那边，我会再想办法。幸好现在手上还有一些项目，足够温氏维持一段时间的经营。不好了，温总，秦氏集团要和我们解除合约。什么？还有赵氏集团、鼎盛集团、药闪集团，他们说之前咱们签订的协议全部都作废。什么？什么？这些集团明明和我们合作一直都很顺利，怎么会突然终止合作？他们什么都没说，就是要单方面解约。不好了，温总，花式投行撤资。在2年前，温氏岌岌可危的时候，是花式投行注入了一笔资金救活了我们。如今我们想再上一层楼，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温氏集团股价暴跌30%，市值蒸发近100亿。娘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是任由他们撤资，我们温氏就彻底完了。娘娘，你先别着急。听说赤霄财团即将入驻京市，掌管京市分公司的是一位神秘的商业天才。只要我们能见到他，请求他出手救救温氏，温氏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呢。阿彻，那就拜托你了。阿彻，你觉得我们这次真的能见到这位神秘大佬吗？你放心吧，这次我特意托父亲找了一位与赤霄财团有深度合作的叔叔，让他来帮我们做引荐。这次肯定能见到这个神秘的大佬。谢谢你，阿彻。你为公司做了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阿彻，那个叔叔已经到了吗？应该快到了，我们得赶紧进去，不能让他老人家等我们呀。霍晨安，他怎么会从赤霄财团出来？霍晨安，霍晨安，你凭什么跟我离婚？
凭什么一声不吭就离开？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这样你就能跟他成双成对。事到如今，你还在吃我跟阿彻的醋？哦，对啊，你那个离婚证根本就是假的，是不是？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拿捏我，对不对？是真是假，你自己查一查就知道了。霍晨，你别老是装作一副果断洒脱的样子。你要是真放下了，就不会出现在这儿。你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堵我们，好求宁宁的原谅吗？霍晨啊，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欲擒故纵的样子，这让我觉得恶心。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叔叔来了。哎，陈总，那位似乎就是阮会长好不容易求来的大佬。哎，陈总，您来了。若不是你父亲差点跪下求我，我是真不愿意过来帮忙，给你引荐。是，陈总，麻烦您了。不过，刚刚那位你们认识啊？陈总，您说的该不会是霍晨安吧？霍晨安？啊，他只不过是温家的一个废物赘婿，一个端茶送水的家庭主妇罢了，怎么能入得了陈总您的法眼呢？赘婿？啊，难不成认错人了？跟我上去吧。哎，你说这位新来的大佬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听说是阮会长亲自去见，还开出了100亿年薪的天价才将人请来的。不知道那人神秘莫测，听说至今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如果有幸能见识这样的人，我们公司再上3层楼也不为过。哎，陈总，这么多人，不会是都是来见那位神秘的商业天才的吧？哎呀！我是陈氏集团的陈登临，特携重礼拜见你家老板的。不好意思，各位，我们老板今天不见客，各位无需登门等待，欢迎会那日他会亲自现身。走吧。哎，陈总，我们就这么走了吗？这件事对我和宁宁特别的重要，您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没听到他刚刚说的吗？这位大佬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有什么事儿等3日后的欢迎宴再说吧。哎，怎么办呀，阿彻？我并没有受邀参加3天后的宴会。我来想办法，一定让你见到那位神秘大佬。陈安，我安排了车送你去现场。好，谢谢。想不到你打扮起来也算是一表人才，让人看了不只是想和你合作这么简单。阮会长就别打趣我了。你先去现场吧，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好。给霍晨安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为霍总的加入准备了100亿赠礼，让韩经理送过去了。来啊，咱们往里走。哇，这种档次的接风宴我还是第一次见，估计京市第1豪门也不过如此了吧？你懂什么？就算京市第1豪门，也不能跟赤霄财团相提并论。赤霄是能制定龙国商业规则的存在。别聊了，赶紧拍！我可不想错过明天的头条照片。这就是赤霄财团为那位大佬准备的欢迎宴吗？也太盛大了，整个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怕是都来了吧？那是当然，今天可是那位神秘大佬第一次亮相，大家都想见见他，好攀上赤霄财团的大腿啊！我们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让温氏渡过难关。
快看，这是阮会长的车。好了，我们赶紧进去吧，跟今日的权贵会一下眼熟，这样对我们温氏集团有帮助。好。这不是阮会长的车吗？怎么下来的是个男人？听说阮会长身边从不允许任何男人靠近，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哎，他会不会就是阮会长百般邀请才求来的大佬啊？还要多仰仗你们公司。好啊，合作愉快。孙总，曹总，这位就是温氏的总裁，还请以后多多关照啊。当年温老爷子去世的时候，温家岌岌可危，没想到温总执掌2年，就将温家带到了如此高度，真是后生可畏啊！我敬温总一杯。霍承安，你怎么来了？与你无关。霍承安，我知道你对宁宁还割舍不下，但是今天的宴会非比寻常，不是你这种人可以随意进来的。霍承安，有什么事回去再说。今天的欢迎宴是赤霄为了庆祝成功邀约那位大佬加入特意举办的，不是你拈酸吃醋的地方。今天这晚宴就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我若是不来，这个晚宴就没有必要办下去了。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还说今天的宴会没有你就没有必要办了。我当是谁在这大呼小叫呢？原来是温家扫地出门的废物赘婿啊！众所周知，这里是赤霄财团为这位神秘大佬举办的欢迎宴，你还敢口出狂言？难道你就是那位神秘大佬？霍承安，这不是你可以随意撒野的地方。来参加宴会的人都非富即贵，你要是随便得罪一个，就有可能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我劝你最好收拾收拾，赶紧离开。还是宁宁心善，给你指了一条活路，还不快滚出去！怎么，还不走啊？哼，这样吧，你给孙总还有曹总跪下磕3个响头，我就让你留在这儿，让你见见世面。你确定让我给你们跪下？你好像还不太愿意。我堂堂红山财团的董事长，还不配你一个废物赘婿的一跪。加上我们鼎茂集团能给你这个机会向我们下跪，是对你的恩赐。霍承安，你耳朵聋了吗？他们可都是京市顶尖的大人物，还不快跪下，不然我都帮不了你。废物就该有废物的自知，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既然你非要来，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阿彻，你太小了！霍承安，你疯了！以前是我懒得跟你计较，你要是再敢对我出言不逊，那可就不止泼酒这么简单了。你这个废物，我非要杀了你！疼！你给我松手！松手！他怎么好像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吴姐，礼物已经拿到手了，现在正在前往宴会厅呢。是，我一定会亲手把礼物交到那位手里，定然不会怠慢那位啊！好，走快点！保镖呢？快把这个闹事的废物给我轰出去！你们确定要对我动手？霍承安，你
你究竟要冥顽不灵到什么时候？还不赶紧收手！你再这样下去，我们俩就彻底完了。我们俩早就结束了。你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按住！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住手！我看谁敢在赤霄财团的地盘上闹事儿！韩经理，您来了。这不是赤霄集团在京市负责资源规划的韩经理吗？连他都来了，看来这次赤霄集团对这次欢迎会非常的重视啊！敢在这种场合闹事，真是寿星上吊嫌命长。是谁在今天的欢迎宴上闹事儿啊？韩经理，就是这个人，在赤霄财团的欢迎宴上闹事儿，甚至还对与赤霄财团深度合作的孙总还有曹总出言不逊啊！这不就是当众打赤霄财团的脸吗？就是你在赤霄商会欢迎宴上惹事儿捣乱，惹事的是他们。霍晨，韩经理都来了，你还敢嚣张？还不赶紧跪下磕头道歉！霍晨，新来的那位大佬好像也姓温。你是何人？韩经理，此人就是温氏集团温总的赘婿前夫。结婚几年一直在家里吃软饭，被温家扫地出门之后，还想要报复温总，所以才偷偷溜进来，想要破坏赤霄财团的欢迎宴呢。赘婿，今日宴会的安保是世界级的，你是怎么进来的？邀请函呢？我自然是光明正大从正门进来的。至于邀请函，那是给你们这些人准备的，我不需要。一个赘婿也敢在我面前如此狂妄！既然你没有邀请函，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我给你2个选择：一，立刻跪下磕头道歉，然后滚蛋；二，我把你的腿打断，然后从这丢出去。那要是我都不选，霍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疯，甚至连赤霄财团都不放在眼里。你再这样下去，连我都救不了你。我什么时候需要你救了？更何况你何曾想过要救我？宁宁，是他自己要找死，怪不了任何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诚心捣乱，那我就让你知道得罪赤霄财团的下场。来人呐，给我把他腿打断，然后丢出去！放肆！我看谁敢动我老板！这不是那位神秘大佬的助理吗？我上次去赤霄财团的时候碰到过他。不是吧？难道说这个温家赘婿还真的是赤霄财团新任的大佬？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是赤霄财团的神秘大佬？宁宁，可别被他给骗了。他呀，就是温家的一个赘婿，整日无所事事，当初死皮赖脸的待在温家，赶都赶不走。他要是赤霄财团的大佬，那可是天大的笑话。boss， 对不起，我来晚了。无妨。哦，我知道了，是你包养了他。霍晨，你可太不要脸了，离了女人你就活不了了，还让你的情人帮你冒充神秘大佬。江彻，再敢对 boss 出言不逊，当心我撕烂你的嘴。看到了吧，韩经理，他被我给说中了，他急了，恐怕就是你把你的情人带进来的。你这么做，也不怕你在赤霄财团的地位不保吗？你让他继续说，我倒要看看赤霄财团要如何收场。新来的大佬已经到现场了，那边布置怎么样了？是，全都已经准备妥当。我和阮会长稍后就到，你保持好宴会的正常运行，千万别出差错。哎，好的。林助理，在这种场合之下，你私自将自己的情人带到现场，扰乱现场秩序，我不追究啊。不过那位神秘大佬已经到了，我只能叫人把你的姘头赶出现场，把他给我丢出去。我看谁敢！今天谁也保不了他。阮会长到。霍晨啊，刚才让你滚你不滚，
现在阮会长来了，你想不死都难。你好自为之吧。现在我也护不住你。你怎么总是这副表情？是谁在我赤霄财团的宴会上闹事？阮会长，就是他在你的宴会上闹事儿啊。不过韩经理已经在处理了。是，阮会长，我已经在处理了。还不赶快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给我丢出去！等一下，比起他，我倒是更好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记得江家是没有资格参加今天宴会的吧？阮会长，我们的邀请函是陈氏集团给的，我们的家族是世交，所以陈家，你去告诉陈氏总裁，如果再有下一次，取消跟陈氏的一切合作。阮会长，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你在质疑我？不敢。陈氏可是花了近100亿才好不容易攀上赤霄财团的关系，现在阮总一句话，陈氏怕是惨喽。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没有得罪过赤霄财团啊！阮会长，刚刚闹事的分明是他，就算是我没有资格，那这个废物他更没有资格。他当然有资格，因为他是我亲自邀请过来的。听闻阮会长身边没有出现过任何男人，这位到底是什么来头啊？竟然亲自让阮会长邀约。完了，他既然是阮会长亲自邀请的，这下可把赤霄财团都给得罪了，都怪江彻这个小子。这怎么可能啊？阮会长，您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个霍承安在温家做了2年的赘婿，整天无所事事，一无是处。今天是神秘大佬的欢迎宴，您邀请他过来干什么？从前他的身边只有我，可是现在1是林阳，2是阮清燕，他身边什么时候聚拢了这么多优秀的女人？难道这2年一切都是假的吗？你是在教我做事？你觉得陈安是废物，因为你有眼无珠。我告诉你，他就是……算了，你们这些阿猫阿狗根本就不配知道他是谁。刚刚还有谁妄想欺辱霍先生？阮会长，您听我解释啊！对，听我解释啊！5分钟之内，我要让孙氏和曹氏破产。至于温氏，从今天起，你们若谁再敢跟温氏合作，就是和我阮清烟为敌。是，会长。被赤霄拉入黑名单，温氏算是彻底完了。阮会长，都是江彻他欺骗我们的呀！我劝2位还是赶紧回去吧，说不定还能收拾一下家里的细软，要不然可能连一个硬币都不剩了。至于你们，是你们自己滚，还是我请你们离开？霍承安，你这个永远只知道躲在女人背后的废物，我们走着瞧。等一下，我说过了，霍先生是我的贵客，你们如此屡次3番的欺辱他，就是在与我赤霄为敌。我若是这么轻易的放你走了，那岂不是在打我赤霄的脸？你想怎么样？你们要干什么？你想怎么样？你们要干什么？阿彻，陈安，求求你，阿彻他知道错了，求求你让阮会长别打了。陈安，你看在我们2年夫妻的份上，你放过阿彻吧，求你了。停。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们自己好自为之。阿彻，哎，你看这听腻了。阿彻，阿彻，都是你这个蠢货，害得我孙氏和曹氏破产，我弄死你！够了！你们刚才也没少说霍承安，你现在怪他有什么用？你该庆幸老
子不打女人，不然老子一定让你和他一个下场！你那废物赘婿，明明早就抱上了赤霄财团的这个大腿，你还假装不知道？我都怀疑你们是故意想祸害我吗？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认识阮会长？赶紧走吧，不然什么都没有了。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两个，不然见一次打一次。你们给我等着！阿彻，明明他就认识阮会长，这几年不扶持我们温氏，却一直做个废物。霍尘安，没想到你心肠这么歹毒。霍尘安，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阿彻，树下有人不是泰山，树下该死！我真不知道啊，霍总是阮会长您亲自邀请过来的呀。你是在跟我道歉吗？霍总，我错了，我都是被刚刚那帮人给蛊惑了呀！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求求您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错了，你未了解事情全貌就恃强凌弱，赤霄商会作为商业龙头，有你这样的败类，实在是让人失望。明天自己去人事递交辞职信。阮会长，霍先生的话听懂了就滚。很开心大家能来参加今天的宴会。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隆重介绍赤霄财团驻京总裁霍尘安。他就是阮会长好不容易招来的神秘大佬，可是他之前不是温家的废物赘婿吗？哎呦，不会真如他们所说，这霍尘安就是阮会长他包养的小情人吧？不是，他没尘安，很高兴你能够顺利加入赤霄集团，我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真可以。为了庆祝霍先生加入赤霄财团，阮会长亲自挑选了3件礼物来庆祝霍先生的加入。第一件礼物是赤霄财团送给霍先生云顶山庄别墅一套。天哪，云顶山庄别墅，那可是龙国乃至世界顶级大佬才住得起的地方。听说阮会长也住在那儿呢。最小户型价值都得超过10亿，这手笔。第二件礼物是赤霄财团送给霍先生京市分公司30%的股份。赤霄集团在京市市值价值500多亿，那30%得多少啊？哎呀，笨蛋，160个亿白送啊！这可是天大的手笔。还有第3件礼物，这是赤霄集团的通行令牌，凭此物可以调动赤霄的一切人脉资源。见到此物，就如见我。天哪，那块玉牌就是通往龙国权力巅峰的通行证啊！阮会长何止是送礼，这简直是把霍尘安都捧上巅峰了呀！谢谢。以上3物聊表心意，愿尘安之后与赤霄集团共展宏图。李总，融资的事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哎呀，你别打电话过来了，现在给你们公司注资就是在触赤霄财团的眉头，这件事就此作罢，挂了。温总，现在一些下游厂商拒绝给我们供货了，导致我们城南项目中断，现在要赔付巨额违约金。我知道了，你出去吧。阿彻，我们温氏集团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我查到了一些事情，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霍尘安上次在宴会上被直接任命为赤霄财团驻京总裁。他是赤霄财团驻京总裁？起初我听到这个消息也不敢相信，但是后来想想，他在宴会上有恃无恐的表现，我怀疑他早就和阮青烟之间有一腿。之前在宴会上的事情，
也都是他指使的。你是说，我们变成这样，都是霍晨安搞的鬼？没错，你想想看，他之前在温家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他走了之后，我们两家的公司就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后来，他更是被赤霄财团直接空降为驻京总裁。你觉得这可能吗？宁宁，你还想不明白吗？他一定是爬上了阮会长的床，想办法蛊惑了阮会长。要不然，这样的废物怎么可能坐得上驻京总裁的位置？总之，陈安如果不在温氏，那这个合同也就不用签了。他当然有资格，因为他是我亲自邀请过来的。霍晨安，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报复我，想引起我的注意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阮会长是何许人？就算是再喜欢，也不会允许一个废物进入赤霄。我们只需要让他亲眼看看霍晨安那个废物之前在温家做狗的样子，一定会彻底的厌弃的。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宁宁，你想想看，他那天嚣张的样子，还害得温氏被阮会长误会。只要我们拆穿霍晨安的真面目，阮会长一高兴，说不定温氏还能攀上赤霄这条大船啊！哦，阿彻，你没事吧？都是霍晨安那个废物，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我已经联系好人，到时候他会带我们去见阮青烟的。给我上！阿彻，小子，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多大的祸啊？宴会的事，要不是阮会长看在我是多年的合作对象，我就要和他们两家一样，从京海消失了。陈总，上次宴会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就是霍晨安那个废物，他蛊惑了阮会长。只要我们去揭穿了他的真面目，我想阮会长谢我们还来不及呢。我陈氏既然已经被你拖下了水，我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如果这次再搞砸了，我一定让你们江家付出代价。不是陈总，我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霍总，这是你要的财团分公司最新的人员架构名单。没什么问题，就按这份文件上重新进行人员岗位调整。好的，霍总。哦，对了，霍总，今天是您上任第一天，公司里面的员工都在外面等着见您呢，要不要去见一见？也好，以后在公司日子还长，少不了跟他们协作。他们看到霍总您这么年轻，一定会大吃一惊吧？来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赤霄财团驻京总裁霍晨安，霍总。这就是新来的总裁吗？好年轻啊！大家好，很荣幸担任集团总裁的职位，在座的都是集团的精英，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也会虚心的向大家学习。霍总真是一点领导架子都没有，应该蛮好相处的吧？不知道霍总结婚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考虑一下我也不是不行。靠女人上位的废物也能当总裁，真是贻笑大方。陈总，不知道你们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情吗？哼，陈总今天带我们来啊，就是想要揭穿某些人的真面目。霍总，你可真是吃软饭的一把好手，从温氏集团吃到赤霄财团，这碗饭你可真是越端越稳了呀。
陈某人今天过来是找阮会长澄清误会的，不会碍着霍总吧？现在公司集团由我全权负责，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好了。可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也要代表赤霄集团？哎呀，我今天就是来拆穿你的真面目的。看来我是上次教训你，教训的还不够啊。霍晨，你要干什么？只有这么多人呢。霍晨，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江彻难看吗？保安，好啊，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要揭穿我什么，有什么话就在这说清楚。哼，既然你存心找死，那我可就说了。各位啊，这个新任总裁霍晨安，实际上是温氏集团总裁的前夫。2年间，一个靠着妻子养着的废物赘婿，毫无能力，只能吃软饭。好，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赤霄财团的总裁。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呀？啊？不会吧？霍总以前是温家的赘婿，一个赘婿凭什么能做赤霄的总裁啊？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骗子给骗了呀！他之所以能当上赤霄的总裁，是因为蛊惑了阮会长，他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骗了这个职位。真的？不敢相信，怎么会这样呢？曾经的温氏集团到现在的赤霄财团，都是被他给耍了呀！天哪，他不会是阮总养的小白脸吧？靠着阮总才当上赤霄财团京市分公司的总监。霍晨安，你不要再错下去了。你今天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就是想报复我，让我后悔吗？我承认你做到了，但是你选错了路。只要你离开赤霄财团，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温瑞宁，事到如今，你该不会以为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围着你转吧？霍晨，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获得了阮会长的青睐，但是我相信他看到你在温家当牛做马当舔狗的样子，还能留你在赤霄财团？这还有证据啊！看看。哦，哇塞！你看，哎呦，太精彩了！哇，真是这个故事啊！怎么这样啊？是太可怜了吧？原来是真的。是不是啊？就是真的，就是不要脸，还能当总裁吗？该洗脚，你们看，玲玲，该洗脚了。哇塞，还这么发现了！真想这样这多好，一个月拿多少钱？下也就你们看不惯。爸妈，宁宁，尝尝我做的新菜吧。知不知道宁宁每天工作有多辛苦啊？你个废物，就只知道干些保姆干的活。我们温家为什么会有你这个赘婿？哦，哎呀，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这就是你们的新任总裁，在温家连点狗都不如的，只会摇尾乞怜、伺候人的废物。这样的废物能领导好大家吗？天哪，霍总以前跟条狗有什么区别啊？霍承安，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你，回头是岸吧。你们少在那儿搬弄是非。看来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在我赤霄的地盘上演了一出颠倒黑白、狗急跳墙的戏码。阮会长，您来的正好，我今天就是专门来跟您说，您可能是被霍承安这个骗子给骗了。您看看这些录像，看看他在温家卑躬屈膝的样子，他根本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领导得了赤霄啊？废物？你们可知道，你们口中这个在温家当牛做马的废物，就是当年风头正盛，却又突然消失的商业天才 H。什么？真假的？他是那个谁？没想到，他就是那个人人争抢的商业天才。没错，他入行用半年时间，就从零赚到了10亿美金，震惊了整个华尔街。他消失的时候，有多少财团扼腕叹息，又有多少人掘地3尺要把他挖出来。这么厉害啊！真的好佩服。不，我不信。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又怎么可能在温家当了2年的赘婿？你不信？你真以为他在温家混吃等死呢？温瑞宁，你真以为温老爷子去世之后，就凭你也能让温家发展到如今的地位吗？你什么意思？那些项目都是我……是你什么？是你运气好，还是你身边这个只知道挑拨离间，实则一肚子草包的青梅竹马的功劳？我告诉你，温氏如今的项目，每一个都离不开陈安的手笔。那些事，他竟然都知道。是他，在你们全家对他极尽羞辱的时候，熬夜分析数据，打通关节，扫清障碍。是他，用他 H 的资源和人脉为温氏铺路，却把功劳让给了运气和你身边这个小人。不，宁宁，空口无凭。你说他是 H， 他就是了。说不定是你和他联手做的局呢。如果他真有这样的能力，会甘心留在温家当了2年的舔狗？你是在质疑赤霄所有高层的决议？阮会长，他不是这个意思。霍总的身份和能力是赤霄整个董事会经过共同商讨的结果。他能加入赤霄，不仅是我阮青烟，更是整个赤霄的荣幸。他的决议就代表了赤霄的最高指令，包括我在内，都需要严格执行。至于你们无故闯入赤霄，扰乱秩序，颠倒黑白，诽谤我集团最高负责人，我已经联系了安保和法务。另外，陈总，鉴于你带来的这2位贵宾严重影响了赤霄集团的声誉，赤霄宣布即刻解除与陈氏集团的一切合作与谈判。阮会长，霍总，误会，这都是个误会呀！我也是被这小子给骗了，我根本不知道。请离开，否则我不介意请你们出去。阮会长，这都是个误会呀！我告诉你，你温氏发展的多元形象都逃不开陈安的手里。是他用 H 的资源和人脉为温氏铺路，你却把功劳让给了运气和你身边这个小人。原来是真的，都是真的。我真是个小子，蠢货！原来温氏这2年能站起来，靠的竟然是我亲手推开见他的人。温瑞宁，你真是天下第一大笑话！我发现啊，你们江家是真克我呀！但凡跟江家有牵扯，准没好事。现在害得我失去了赤霄这座大靠山。
我也不知道啊，陈叔，你听我解释。滚！告诉你爸，从今往后，我陈氏跟你们江家老死不相往来。该死的火尘啊，都是因为你！本来我还想骗着温瑞宁帮我填上江氏的窟窿，现在看来，温氏也不成气候了。既然如此，也是时候对温家下手了。宁宁，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温家的情况我知道，资金链快断了，好几个大项目等着用钱救命，靠常规渠道很难了。你想说什么？我们订婚吧。什么？现在只有我能来救你了。我们江氏虽然比不上赤霄，但是底子还在。只有我们订婚，我才能名正言顺的调用江家的资金来救温氏，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真的？你们江氏真的愿意用资金来救温氏？当然了，为了你，我是什么都愿意做的。不过这么大笔的资金调动，董事会那边肯定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协议来作为保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先进行一部分资金的深度整合，这样我调动资金也更加名正言顺啊，阻力也小。等温家度过了危机，我再慢慢调整回来。好，我答应你。放心，宁宁，一切交给我，我这就回去准备。霍总，你已经连续加班好几个晚上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还是要注意身体的。赤霄在京市的分公司才刚刚成立，各大势力都虎视眈眈，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帮他站稳脚跟。想不到霍总对我赤霄这么上心啊！阮会长说笑了，你如此器重我，那我自然是要帮你把事情做得最好。我最近听说了一个消息，好像江氏的资金出现了问题。江彻接近温瑞宁，就是为了榨干温家。怎么样？她毕竟是你的前妻，所以我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不必了，我说过了，我与温家再无瓜葛。这男人啊，还真是绝情啊！不过你对温瑞宁这么绝情，我很开心。阮会长又说笑了。好吧，我就不打扰你这个工作狂了。呆子，当初也不知道怎么就被温瑞宁拐了去。温氏的变故来得太快，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阿彻这个救命稻草，却忽视了这么一来，整个温氏的命脉都落在了江家手上。虽然说阿彻为了救温氏和我联姻，但我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进来一下。温总，你找我？帮我查一下江氏，记住，不要被任何人发现。是。阿彻，你怎么来了？宁宁，我们现在这未婚夫妻了，迟早是要住在一起的。我今天是特地过来陪你的，怎么，不高兴啊？我知道你跟我结婚并非你所愿，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我去书房睡。怎么又想到霍晨安了？阿彻，我今天有些累了，你先回去吧。给脸不要脸的女人，还在我面前装清高，等
等老子把温家最后一点油水榨干，我看你拿什么傲？到时候我非得让你跪着求我。温总，技术部的王总监、市场部的李经理今天又递交了辞呈，他们说很抱歉，但因为家里压力大，看不到公司的前景。知道了，树倒猢狲散，不怪他们，按N+1的标准给足补偿，好聚好散吧。温总，不好了，我查到江氏集团的财政早就出现了问题。自从您和江总订婚以后，温氏有不少资产都被以合作注资的名义悄悄转移到了江氏在海外的空壳公司账户里。什么？不可能！阿成明明说是因为救我温氏才和我联姻的，假的！一定都是假的！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江彻，我为了你做了那么多，甚至那样对霍晨安，你不能这么对我！江彻，开门！你给我开门！怎么了，宁宁？睡觉呢？江氏早就破产了，你转移了温氏的资产，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什么联姻救我，都是假的，对不对？现在才反应过来啊，温瑞宁，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太天真、太可笑了吗？实话告诉你吧，之前要不是看你们温家在霍晨安手上还有点底子，够填我江家的窟窿，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所以，你以前的那些都是你演出来的。你们温氏的资产已经被我转移的差不多了，你现在发现了又能怎么样？你去告我呀！那些个合同可都是你温家大小姐亲自签的字，你去求援，整个京市谁不知道你们温家得罪了赤霄？谁还敢来沾边啊？你就这么算计我？温瑞宁，你可真是个蠢货呀！竟然没有发现霍晨安就是那个人人追捧、求而不得的商业天才 H 啊！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辅佐了你2年，你竟然还是个废物！最近天冷了，先喝点热汤暖暖身子吧。晨，晨，又胃疼了吧？吃点胃药，好好休息一下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回来好不好，晨？宁宁，我今天去商城买东西，所有的信用卡都刷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呀，温氏集团的资金被江彻转移了，我正在想办法。什么？江彻怎么是这样的人？昆明一下还为了他那么对陈安。宁宁，宁宁，王氏可是你爷爷打下来的江山，我们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被毁了呀！对，陈安不是什么百年难遇的商业天才吗？又在赤霄，他一定有办法的。可是，
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了有什么？陈安肯定对你是有感情的，不然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留在温家2年，默默的辅佐你啊？或许是你以前对他太冷淡了，只要你去求求他，他一定愿意回到温家。对，只要陈安肯回来，温家就有希望了。我给他打电话。好。不知道霍总觉得今天晚上的晚餐还合胃口吗？我可是特意清空了，就是为了不让人打扰我们。谈正事。阮会长费心了，才很好。对了，关于赤霄财团下一步进军欧洲的计划，我已经看过了，有几处细节我想跟阮会长。嘘，今天晚上我们只谈风月，不谈工作。陈安，你知不知道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特别迷人？有时候我就在想，像你这样的男人，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能走进你的心里啊？看来今天晚上想和霍总谈风月的人不止我一个。霍总，接吗？说不定你前妻有很重要的事呢。无关紧要的人不必理会。对了，阮会长，你刚才说这瓶红酒是82年的。对，我珍藏了好久，今天晚上终于找到对的人和我一起品尝。霍晨安，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两个才是同一类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关机了。啊？什么？什么？他竟然敢不接你的电话？他以前明明是那么的伤感。娘娘，陈安是不是还在为我们以前做的事生气呢？不如你去哄哄他。对，说不定他就是故意想气气你，玩那个欲擒故纵。他以前那么的信任你，我就不信一个人能说不爱就不爱了。是这样吗？一定是这样的，娘娘，不然你明天就去找陈安好好聊聊。你语气放柔一些，说不定还有转圜的余地啊。那我明天去找他。这就对了嘛。等陈安回到咱们温家，先弄到江氏，敢转移咱们温氏的资金，什么东西？还有赤霄财团，没了陈安，他们说不定以后还得求咱们呢。爸妈，我有些累了，先上楼了。行，那你先去休息。霍晨安，你白天无所事事也就算了，大晚上不睡觉在这打什么字？我明天还有一堆事呢。宁宁，是不是吵到你了？我很快就好。废物再怎么装模作样就是个废物。
原来那个时候你是在为温家筹谋，我居然还这样说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份婚约本是旧债，本不该困你一生，但我命不久矣。温家年轻一辈，只有我孙女瑞宁有些天资，但她年纪尚小，无人帮扶。我希望你留在温家照顾瑞宁2年，直到她有能力独当一面。若她不成器或薄待了你，2年之期一到，你便可自行离开，以此为证。宁宁，你怎么了？快起来！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坐地上了？爸，你见过这个录音笔？这不是老爷子生前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只吗？之前整理遗物的时候一直都找不到，怎么会在你这里？这是爷爷留给陈安的。原来我和他2年的婚姻，不过是为了报温家一场恩吧？什么恩情？怪不得这2年我不管怎么对他，他都不愿意走。但那天他却走得那么毅然决然，难怪他身为众人追捧的商业天才，却偏偏要来我小小温家。这么说，恩报完了，陈安还会再回来吗？我明天会去赤霄找他，我不信这2年他对我没有半点真情。霍总，温瑞宁来了，说要见你。不见，我没时间。我说了你很忙，但他始终不愿意离开，说是有关于温老爷子的事。让他进来吧。陈安，你还没吃饭吧？这是我给你煮的山药小米粥，最养胃了。你每次都忘记吃饭，别又胃疼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温小姐。你叫我温小姐。陈安，对不起，以前的事是我太过分了，我改，我一定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想跟我重新开始，还是因为江家转移了温家的资产，你有求于我，才想跟我重新开始？你知道江彻对温氏做的事，陈安，你在默默关注温氏，是不是？我就知道你的心里还有我。当年我跟你的婚约，只是为了报答温老爷子救我父母的恩情罢了。如今2年期限已到，恩情已还，我与温家再无任何瓜葛，更不会因为你说的一句话而重新回到温家。不是这样的，陈安，我们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的。你不意外我说报答这件事，那就证明你已经找到了我留在温家的那支录音笔。什么？那支录音笔是你故意留下的？我本想找机会向你说清当年事情的原委，但你对我误解颇多，你觉得我纠缠你，以各种方式欺骗你，想赖在温家。不管我说什么都抵不上江彻的一句话。那么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亲耳听听真相。不是这样的，我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被阿彻蒙蔽了。陈安，我现在看清了，我知错了，你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好不好？温瑞宁，这个世界不是说你知错，别人就得原谅你。更何况我当年留在温家，只是为了偿还温老爷子的恩情。如今恩轻则散，仅此而已。我不信，如果你只是为了报恩，你为什么要事无巨细的照顾我，对我好？你为什么要我一点一点的习惯你，依赖你？2年，我们在一起2年，你难道未曾对我有过半分真心吗？从未。什么？温瑞宁，想想这2年你是怎么待我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动辄辱骂，视若婢女。在你们温家人眼里，我连一条看门狗都不如。今天你有求于我，想起来我胃不舒服，给我煮粥喝。但你可曾记得，曾几何时你在江池和朋友面前戏弄，还让我喝下整桌的酒。好好想想你这2年对我做的种种，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爱上你？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识人不清，在那2年薄待了你。你不管怎么说我都毫无怨言。但是温氏是爷爷打拼下来的心血，我求你，你看在爷爷当年对你恩情的份上，再救救温家吧。这2年我留在温家，恩情已还。事到如今，难道温小姐想挟恩图报吗？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请离开吧。陈安，不，霍总，我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救救温家吧！你这是做什么？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原谅，我也没有资格跟你提任何要求。这一切都是我温瑞宁蠢，活该我落到如今这个田地。但是温家他不该啊！温氏是爷爷一辈子的心血，我求你，我求你，救救温家吧！只要你肯救温家，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起来吧，温小姐，你这样真的很难看。我不起来，除非你答应我。我说了，恩情已还。温家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我霍承安没有兴趣，也没有义务为一个曾经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的集团的家庭收拾烂摊子。我不是慈善家，更不是圣人。所以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吗？从我当年离开温家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请回吧，温小姐，以后也不必再来了。林助理，送客。温小姐，请吧。霍总，这是刚上演了一出狼心似铁的戏码。我刚刚看温小姐出去了，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呢。你是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人家可是跪下来求你了呢。我只是想把话说清楚而已，免得日后纠缠麻烦。希望霍总啊，不要对我这么绝情，不然啊，我可是会很伤心的哦。先不说这些了，你看看这个。你准备并购江氏，让江氏彻底宣告破产。你还说你对你的前妻一点旧情都没有，你这么着急摁死江氏，难道就没有一点为他出气的意思？你想多了，这本来就是我在为赤霄财团计划的商业规划之内。也对，江家的那几只苍蝇，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就按你说的办吧。宁宁，宁宁，怎么样？陈安愿不愿意回来救咱们温家？一直以来，我都错得太离谱了。我以为是陈安高攀了温家，是被爷爷强逼着留他在身边。
我以为他对我情根深重，非我不可。可我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妄想，是温家离不开他。早知道以前我就不该天天骂他是赘婿了。我竟然让那样一个人每天在家打扫卫生做饭。要是让他全心全意为温氏做事，温家早就一飞冲天了。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那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温氏宣告破产，到时候说不定连这套别墅都会被查封，我们就会无家可归了呀！妈，爸，你们别担心，我手里还有一些资金。爷爷当年不也是白手起家的吗？他可以做到的，我也可以。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江澈那边，我也会找人盯着，骗了我温瑞宁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哎呀，老头子那边几个窟窿，这下总算都填上了。哼，温瑞宁那个蠢女人，真是我的送财童子。爸，哎，你怎么突然来了？畜生！你这个畜生！看看你做的好事！嗨，爸，这肯定就是霍晨安玩的把戏，想吓唬咱们罢了。你别担心，咱们现在有钱了，温氏的钱刚刚到账，足够我们周转。他滞销想让我们破产，没那么容易。咱们还可以反将一军。爸，你疯了！你打我干什么？我打你，我恨不得打死你这个蠢货！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赤霄已经拿到了我们所有核心资产早已抵押、所有债务早已违约的确凿证据，直接启动了破产清算程序。什么？我们的账户已经被所有的银行全面冻结。你以为温家那点钱能救命？那笔钱现在根本进不了江氏的账，他只会跟着江氏一起被赤霄合法的干干净净的吞掉，渣都不剩。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快啊？你说你去招惹谁不好啊？偏偏去招惹霍晨安呢？你当他还是温家那个任你拿捏的赘婿吗？啊！他现在随便动动手指啊，我们都会万劫不复啊！那现在怎么办啊？对，谈判，我们开局谈判啊！我们把温家的钱都给他。嘿，谈判？你跟谁谈判？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立刻马上撤销，找到霍晨安，给他道歉，给他跪下磕头，求他，让他放我们江家一条生路。你说什么？你让我去给霍晨安那个废物跪下道歉？对，不可能，我死也不去。你把我们江家连累成这样子，你不去，我去死！我去死！您别这样，我知道了。走，我们现在就去赤霄。走，快走啊！林助理，麻烦你告诉霍总，我们有事找他。很抱歉，霍总的日程安排非常满，没有预约，无法会见。你还给我装腔作势上了！你就去给他说一下，让我们进去吧。我都说了，霍总没有时间，没有事的话，请回。啊！哎呀，霍总，快跪什么呀？这里是赤霄集团，不是寺庙，要跪滚出去跪。霍总，之前是这个小子呢，他不懂规矩，冲撞了霍总。我今天特意带他来下跪道歉，希望二位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江家。江少如此大礼，霍某可受不起。霍总，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不该那样去算计温强，更不该那样对你。你以后怎样对我都行，只求你放过江家。这不是之前来公司污蔑霍总的那个吗？真是活该！我们总裁可是每个集团都争抢的商业天才，他当时一口一个赘婿，骂得那么难听。
现在下跪求饶，真是丢脸。有件事你可能搞错了，我对江氏动手，不是报复，只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至于你算计温氏，那是你和温瑞宁之间的事情，我管不着啊。是霍总，只是咱们那个项目呢，现在还没有开始啊。江氏呢还有转圜的余地，希望你们有什么条件就来提，我们都答应。只是希望你们放过我们江家。我霍承安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现在江氏的破产清算程序一经启动，就不会停止。让人把他们请出去。保镖，走！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快走！放开我！你之前到底是怎么得罪人霍总的？都给人跪下了，人家为啥还是执意逼死江氏啊？也霍承安对我的敌意，不管我怎么道歉，他都不会原谅我。现在想要阻止他，只能有点别的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要是霍承安死了，就永远不能碍我的事。爸啊，现在咱们手里还有多少资金？100万，够。100万，帮我做掉一个人。爸妈，我已经租了一个2室1厅的房子，咱们重新开始，好好生活。2室1厅，这么小，转个身都进妈妈的。温小姐，你之前让我盯着江彻，我最近发现他似乎联系了几个安网的杀手，目标是赤霄财团京市分公司的总裁霍承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江彻竟然还想对陈安下手，不行，我得想办法告诉他。宁宁，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没有，爸妈，你们先去新房子，我还有点事，晚一点过来。今晚和克洛维谈判很顺利，他们愿意让出南欧的市场。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能够再增加15个点。还是太慢了。霍总，你这个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小心步子太大，容易扯着。阮会长，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怎么会呢？我只是在想，霍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征服世界上，会不会忽略了一些身边更值得征服的风景？陈安，是我，你听我说，江彻买通了杀手，想要你的命，千万小心啊！就你叫霍承安是吧？不好意思啊，有人花钱买你的命，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我还可以大发慈悲下手快点儿，让你少受些罪。江彻给你们多少钱，敢对我动手，知不知道可是要赔上你们的后半辈子的。少废话，上！不好，看来江彻已经动手了。谢谢。帮我查一下霍承安今天的行程安排，告诉我他的位置，要快。就你们这点三脚猫功夫啊，也敢接我霍承安的单子？你们背后的人难道没有告诉你们我是谁吗？一群废物！
秦安，秦安，秦安，别睡着！秦安，别睡着，秦安！霍晨啊，你也有今天呀！没想到阮会长对你还真是情根深重。江彻，你找死！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之前我跪下来求你放过江氏，你不为所动。当时怎么没有想到把我逼急了？我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还愣着干什么？现在就他一个人，还要顾着阮青烟，我看他怎么猖狂！给我上！你别碰他！秦安，秦安，你还敢反抗？老子弄死你！我江彻，住手！温瑞宁，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啊！怎么，你也是来给你的旧情人陪葬呢？还是你想看看他霍晨安是怎么死在我的手上？江彻，你收手吧，现在停下去自首还来得及。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你为了报复要把自己也毁掉，值得吗？自首，收手，来得及个屁！都是他霍晨安把我逼到这一步的，害我江氏破产，毁了我的一切。我现在一无所有都是他害的，我要他死，我要他给我陪葬。是你自己贪心不足，你算计温家，算计陈安，是你自己咎由自取。陈安只不过揭露了你的罪行，江彻，别再错下去了。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蠢女人，你之前被我耍得团团转，怎么现在开始做起好人来了？好，既然你来了，你就给我跟他一起死！温瑞宁，这里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快走！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送死。都别着急，你们一个都跑不了。现在是你跑不了，你他娘的，你放屁！抓起来！都别过来，放我走！再给我准备500万现金，还有1辆车，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别管我，救阮小姐要紧，带她去医院。江彻，放开他！你现在把他放了，我可以跟法官说你有悔过情节，否则罪加一等。你别他妈废话！我只要钱和车，立即马上，要不然我死，我也要让他给我垫背。好，冷静点，我答应你，钱和车我都可以给你。陈安，快点，我数到3，把他送到警局。霍晨，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陈安，温瑞宁，我已经说过了，我与温家再无任何瓜葛。我不希望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面前，更不希望你自以为是地跑到我面前来送死。对不起，我只是不想看你出事。给我去找最好的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我要他平安。
是。陈安，从前我无数次因为各种事而选择将车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这么痛呢？温小姐，我派人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李秘书，我自己可以，不用麻烦你们了。秦言，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答应你。秦言，想不到，在商场叱咤风云的霍总也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别胡说，我只是不想你因为我而受伤。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好像听见有人说，只要我醒过来，什么都答应我。你说的还算数吗？你先养好伤吧，别想这些。霍承安，我记性很好，你躲不掉的。霍总，阮会长，抱歉打扰了。刚接到消息，将彻绑架、故意杀人未遂、雇佣凶徒、经济诈骗等数罪并罚，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江副作为共犯，也被判处重刑。罪有应得，一切都尘埃落定了。陈安，以前都是你在帮我，现在我准备靠我自己重新开始。等我站在能够与你比肩的位置上，我一定会让你的眼里重新有我。